所以看到有一些網友就是一些比較善意的留言之後，還會覺得說啊，那這個東西其實也能，對吧？影響到大家，或者說有一定的這種找共鳴嘛，對不對？那我們自己也如果說樂在其中的話，那其實就當一個興趣愛好也沒什麼損失嘛。對，一開始肯找我做這個，我都覺得有點抵觸，我就覺得哎呀，算了吧，就是。但後來就覺得啊，就是說，对吧？大家都是也不是專業搞這些的，對不對？我們也不是学者，也不是學院的啊，对吧？教授，但是我們就是以普通人的視角去聊的時候，那其實也会有一些人有共鳴吧，或者說也觉得哎，你说的也还不錯，所以就是逐漸的就感覺其實沒有想象中那麼難，或者說那麼的嚇人吧。可能我們說了今天晚上這些東西都是些車轱辘話，都是些对对，或者我們總跑題啊，或者詞不達意啊，這種很正常。我們又不是考試。对，甚至我們聊的都是大家都顯而易見的，然後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都是一些廢話，然後对，有一些網友會留言說你們說這些我們都知道了，說點我們不知道的。然後我在想怎麼說呢？我覺得做這個節目首先也不只是為了觀眾，對，一個是為了自己吧，對，說這些話，一個是說給別人聽，也是說給自己聽，是，確實是這樣。還有就是每個人的階段不同，然後每個人的思維方式也不一樣，有很多東西你不用說，人家都知道，但有的人就是這樣的，就是你不說，你不表達出來，他就是 get 不到，對，他就是理解不了。对，就以前我看有一个观点，他说天底下啊没有新鮮事兒。那我想，那天底下都沒新鮮事兒，那我活着幹嘛呀？那我就坐這兒，人家都做過了，那做什麼意思？對，現在想想這句話真的是，非常不好，非常阻礙人。就是如果天底下都沒有新鮮事兒，如果確實我們都這麼想的話，那我們做的一切都毫無意義，因為人家都做過了呀。而且人家做的比你還好，還專業，對，對不對？其實我們不能這麼想，就是天底下雖然這些事兒都被人做過了，但它不是我做的，我還要自己親自走一回。有道理。就如果對於我們自身來講是有新鮮感的話，那就是最有意義的事情。我們就親自去體驗這每一個過程，對，我們才能感受，才能真正的有這種存在，還有就是感受到生命的意義。對，如果都被這些外在的評價，或者說是類似於要去追求新鮮、追求獨特、亮眼，去阻礙我們自己的話，我覺得那我們什麼也幹不成。對。其實就像你說，很多人的能力才華可能就是在開始的時候就被這些想法直接這個火苗就給撲滅了，所以就沒有後來了。對，其實很多天才你去看他早期的經歷也是非常愚鈍的，或者是非常不那麼天才，甚至是平庸的，不被認可的。對，就是因為他們有這種韌性，或者說不願被打敗、不服輸的這種氣度吧，所以他們才一步步成為天才。是，其實真的是這樣。我發現好多事情，淺嘗一下，可能真的未必能真的，就是因為我幹培訓嘛，就很多家長就是來試那麼10節課一段時間，然後感覺沒什麼起色，趕快及時止損。然後，但其實我們幹這行時間很長，就知道其實他的選擇是不明智的，就是這麼短期的時間，你是看不到什麼東西的。對，只有長期的培養，你就比如說你學鋼琴，你學了10節課，你發現孩子小星星還彈不好，然後你就放棄了，那你這個，對吧？對，你任何一個人也不可能說10節課就半年就像，對吧，完全變了一個人一樣，他就是一個起步，沒有一個完美的說
學習方案能夠讓所有的人都在短期內，对吧？一下子变成大師級的，就包括畫畫也是。我最近就是練寫字嘛，我就發現，哎，怎麼練都是寫的不好看。但是我後來發現，就當你練的足夠多的時候，總有一天你会發現你還是在提升。其實，就這個東西，我又想到我的那個音樂創作上，就是真的可能沒有一個量的積累，你是沒有辦法去要求質的改變的。哎呀，這種例子蠻多的。我們身邊像大街上開的這些店也是這樣的，有很多店開了，不到3年，可能就關門歇業了。或者說你做一個生意也是，你總是還没有堅持到某一個时间，你就選擇了放棄，那你永遠成功不了。对，基本上成功的都是不願放棄的人，有這種執着心的人。对，成功的人總是在找方法，然後放棄的人总有10000個理由。只需要一個理由你就可以放棄，对吧？那我們真是這樣的。其實放棄是最容易的，就像我說寫歌這件事情嘛，那我不寫，是不是我就是一秒鐘搞定？对不对？是不是？就比如说你想寫一個小說，然後你發現，哎呀，我不是這塊料，我不寫了，那你是不是1秒鐘搞定了一件很複雜的事情？但如果說你認為你就是一個天生的作家，你就是下一個，對吧？那個哈利波特作者叫什麼來着？諾獎得主叫什麼來着？叫什麼来着？忘了。就是那他其實一開始也是不被認可的，也是被他的就是男朋友嘲笑的，說你寫那些東西沒有人看的，然後之類的，就這種的對吧？說那個擺渡人嗎？不是，就是哈利波特那作者叫 J.K. 羅琳吧？J.K. 羅琳对呀。那他現在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作家吧，之類的。就是其實是我覺得這個不是個例，就是很多的人其實是靠自己的堅持，他最後達到了某一個成就吧之類的。我覺得就是其實不用說我們寫一本書或者一個作品達到被大家認可啊，成為這種暢銷作品，我覺得能寫出來就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成功，就是他能把这件事做成，就已經超越了99.9%的人了。对，就像我們活着一樣，我們活着，只要我們活着，就算沒有外在的認可，你已經很成功了。而外在的這些成功其實是隨機性的，而且也不是我們一開始就設定的想要的。你懂吧？就是不懂。外在的認可或者說是財富，它是出乎我們意料的驚喜。是。就是我們其實已經，我這2天還真的在思考。對，就是你說的意思，就是活着其實可能就是一個低標準的成功。然後剩下的那些就是一個錦上添花的一個事情。就是我們能在，因為我之前思考就是疫情嘛，這個新冠疫情，然後就是說死了那麼多的人，對吧？我就想，其實我們剩下的人應該是一個，對吧？感恩的心態，我們是幸存者。我們沒有在這場這個全球大瘟疫當中，對吧？失去生命500多萬人還是1000多萬人全球。我就是覺得其實也是一個，就像你說的，也是一種成功吧。就是我們做事情或者是活着本身，它都不是為別人而活。我們是為自己而活。對。至於外在的認可或者說是社會上的成功，它是一種意外之喜。是的，它并沒有就是改變我們什麼。對，也并沒有讓我們就是失去什麼，得到什麼。就跟那個道家的思想真的是非常的一致哈。對，就是如果因為你外在的很多東西影響到你，那可能你的初心就變了。初心可能就是我想做成一個作品，我把它做成，從無到有，可能就是一個初心。然後隨着這個作品出來之後，我們把它發出去啊之類的，然後我們就想得到別人的認可，別人的讚賞，
然後可能有幾個朋友認可，少數人認可之後，我們想得到更多人的認可，讚賞、喜歡，我們的要求會不停的升級，然後已經忘了自己一開始為什麼做這件事兒。對，就是要求外在不如要求我們自己，要求比如說我們怎麼去把這個做得更有深度，做得更好，对，做得讓更多人能得到這種共鳴。確實是這樣，這是很實用的一個心態。我前一陣領孩子參加比賽嘛，他們就是有的就感覺自己的成績不理想，然後我也覺得還挺可惜的，但是後來就是說，那這個東西你沒有辦法，你只要出了這個門了，出了這個學校的門，那就是社會了。然後你跟別人去同台競爭，那這個東西就不是你自己去評判標準了，對吧？你自己去打分了。對，你遇到什麼樣的評審評委，那他就有個人的審美和喜好，你這個東西就是有隨機性的，對吧？所以其實你不想接受也得接受啊。那你如果說不接受這個所謂的失敗的話，那你就不參加這個比賽，這是唯一的解決辦法。我就告訴他說，我說你只能提升自己，我說你虽然這一次就算是運氣不好，那如果說你下次運氣好的話，你能不能發揮好，或者說自身的能力更好，讓更多的你提升你的概率，就是因為每個人审美音樂審美確實不一樣，但如果你足夠優秀的話，肯定是更高比例的人他會更喜歡你，對吧？更認可你這種方法。所以就是也回到這個話題，就是只能提升自己，你想提升別人也提升不了，人家也不聽你講啊。就是回歸到你自己做這件事情本身，其實你做了就是成功，你沒做，你可能就会感覺到遺憾。對，是，反正不留遺憾就行。如果你真不想做，不做也行。对，因为我其他的孩子可能就是天資不好啊，然後天賦不好，很多孩子其實想參加都沒有這個前提的條件基礎。他能夠參加到這個比賽當中，他本身已經是在這個學校當中是佼佼者了。所以人真的永遠不會滿足，就永遠會要求更高更多。然後其實在我看來，你已經是在我這兒學的最好的那一波學員了。已經很值得驕傲了，對吧？對。但是他是看不到下邊的那些孩子的，就是他會覺得這一切都是理所應當的。我覺得年輕人大部分都有這種心態吧，大家不會往下看，都是會往上看，然後對自己要求也非常高，然後希望得到社會的認可。對，那你覺得是既要往上看，同時也要往下看嗎？還是說什麼樣的一種角度？我覺得都不看。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看自己，就是看你自己想不想幹。你想幹了，你就不會在意外在的評價，不管你是處在底層還是處在頂流。其實對你自己想幹的事情來說，這些都無所謂。你自己想幹的事情幹就完了。就是去比較，只能讓你意識到，你處在怎樣一個層級裡邊，對自己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但它不應該成為你的動力。你的動力應該是你自己對這個事情的熱愛，或者說對這個事情的這個過程本身的享受。對，我覺得說的特別好，就是重心還是在自己這一塊。重點還是自己。然後如果你想看一下外界的話，就比如說我身高1.70米，我想跟別人比一下的話也可以，但是重點不是我要比誰高，或者誰要比我矮，而是我自身對我自身的這種認可和我自己去對它的定義吧。就是我覺得我170我就已經很好了，对吧？很舒服了。那我一看啊，還有190的，好厲害。那還有150的，對吧？就是
你永遠找到一個自己的舒服的一個感受，我覺得是最重要的。就是這麼想能讓你感覺更舒服，那可能你就可以，因為就像你說，這是你的權利嘛，對吧？我們可以被允許這樣去做，這樣去想。其實我分享一個點，就是我就經常會看一些那種充滿苦難的電影或者說紀錄片。其實我真的是有一個這種小小的私心，我就會覺得，那如果我跟這些很不幸的人去比較的話，那我還有什麼不懂得，對吧？滿足啊、感恩的這些東西，我就有的時候會強迫自己這樣去想。就是我覺得這東西對我有意義。就是不是我去消遣別人的苦難，而是我覺得我看到了別人的苦難，我才懂得去感恩自己的生活。对，这是我們用來就是平衡自己的一個方式嘛。你覺得自己可能心態上失衡了，你需要去找一些這種素材或者說是別人的經歷來平衡你的心態。我覺得這都挺好的，就是你只要自己感覺到平衡，感覺到自己是一個良好的狀態就行。對，不要陷入到那種極端當中去。是因為說實話，有的時候還是會有心態不好的時候，哎呀，心態不平衡的時候，對，然後自己就要想辦法去調整一下。对，這種比賽啊或者競爭，就是心態不平衡最影響你的發揮。是，確實。我以前參加比賽，我就覺得真的好痛苦啊！痛苦就自己會預設很多東西，然後會發現根本不是想象中那樣。然後後來參加比賽就發現，心態已經躺平了。然後有的時候就會覺得，哎，真的嗎？還有意外驚喜。然後到後來就會覺得，意外驚喜之後還會有期待，然後又不是自己想象中那樣。後來我就覺得，哎呀，好吧，就是你這個東西真的沒有辦法去要求，就是你想象中你可能都是，對吧，像天一樣高的，但現實生活中你只是踩了一個凳子那麼高的高度。對。但我後來我就在想，好吧，至少你還有這個參賽的機會，對吧？可以把握這個東西。對。可能很多人他連這個前提他都沒有。就是我們要把自己的這個要求和自己的現實去做一個匹配。要放到一個適當的距離，讓自己有一個合理的心態。對，所以我後來我就發現，原來一切都是心態，否則你拿到一個再高的名次或者獎項，那又有什麼意義呢？你都不覺得滿足，對，都不開心。是這樣的。還有8分鐘。又要到點了，對呀。這一期的主題是什麼呢？我感覺已經聊散架了，已經。咱們聊了一堆廢話。我們進行的就是心靈按摩嘛，對不對？我們這個節目本身就是一個按摩類的節目。對，咱們就助眠節目。好，非常感謝啊！我們會在下周更新，請訂閱支持一下吧，讓我們幸福喜悅吧，因為我們如今正在經歷的瘋狂，實際上是一種幻象，它逼着越來越多的人覺醒。可是呢，我們也要同情那些沒法覺醒的人，因為世間的種種現象啊，造成了我們個體與靈魂的分離。我們會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繼續我們意識的進化。我們正在獲得內心的勇氣，將自己交給了靈魂，邁向了完全未知的領域。我是誰？我來到這個世界上究竟要做什麼？進化的新階段已經開始，意識到無限的愛會讓我們開啟一場前所未有的靈魂旅程。